好的，待会还要再介绍这张专辑是数位的发行，所以大家都要在各大的音乐的平台当中来看，就不像上次一样会有不同的实体的包装设计了啊。这一次走数位的发行，好，所以我们特别帮你印了一个封面在这边，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整个概念。我现在是什么事情我都做，我只要想要做我就做。天啊！对，就是拉不住你的会往前冲的那样子。所以有人可能会需要拉住我。谁可以拉住你？赶快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有啦，还是会有人拉住我。我妈。哦，我妈是吴妈。对，吴妈。她拉得住你吗？你那么奔放，晴空鸟这样子，她对我自由自在飞。家长对孩子的话都很重，就是即便只是轻描淡写一句话，你就觉得这种，你可以感受到他在里面的那种关爱的分量，或者是那种 power 吗？你已经很难分辨到底是关爱还是否定。对，但是你必须要跳脱当下的对话的氛围，你才有办法理解他的关爱。这样子。我记得吴妈是公司的最大的高层嘛，对不对？她才是最大的高层，是不是？还是她就是法人？对啊，她才最大哎，你还在第二阶，我在第二阶，你在第二阶，所以吴妈拉住你是可以的，OK 的。但也因为她这样拉住，反作用力有时候会比较大就是我会冲得更快这样子。这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微妙的，蛮微妙的，不算情勒吧？就是他蛮情勒的。你今天要把吴妈情勒就放出来，这种都蛮情勒，这种很情勒吗？用一张专辑在后疫情时代带你呢，可以有心飞出去的感觉。这是炎亚纶在发行最新的这张西洋专辑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氛围哦。真的，我们这样太想飞出去，或者太想要有一个假期了，也许就算周末在家里把这张专辑一直放着 repeat， 对，这也可以就让我们有反正想象，现在大家想象太重要了。有飞出去，有旅游的感觉。我觉得这2年大家想象力应该会越来越丰富。因为你只能用想象的玩，想象的干嘛的，想象的 chill， 想象，对啊，那制作了一张，就是有许多出色的日本的音乐人、日本的团队，再加上你常常合作的一些朋友完成的这个台日连线的英文专辑，它对你的一个唱歌的历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转折点？毕竟你也录过好多不同的 EP 啦、单曲啦、专辑啦。但因为它是第一张用英文唱的，然后我觉得英文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有想象空间的文字啦。因为中文就是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，所以它很多是很针对的形容描述，然后字义这样子，或者是词义。但是英文你会有很多想象空间，你会因为唱的人的情绪而对这个字产生不同的变化。对，所以 I love you 你可以用 I love you， 或是你可以用 I love you， 很敷衍的都可以，所以它的空间是比较足够的。比起中文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，另外一方面也是跟很多我自己国外的粉丝做沟通。因为毕竟他们没办法那么理解中文，然后翻译年糕又不一定那么准确，对就比较不会歪掉，可以很直接的传达出你想要唱的心情。因为 sometimes 他们传给我的 message，他们会先 translate 之后，我会看不太懂。所以相对来说，我的东西 translate 过去，他们一定也有很多的 misunderstanding。OK，你就用了一个全世界最共通的语言，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很直接的，不会再有转折的一种语法或是一些情绪的传达，直接去试试看了。在这首歌里面，我觉得那个语气也直接告诉你，就说对啊。你到底想想看你是谁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些其实我觉得是还蛮直接的一种语气，或者是有些歌词也带着蛮呛的感觉，微微对，因为当下那个氛围，在2018年做这张专辑的时候，是比较多网络事件发生的时候，然后也有比较多自己的事件正在被大家检视的时候，对啊，所以你一定会挣扎，你一定会想要去反抗，但最终你还是得面对自己。
啊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是2020或2021，你再来录这些歌的时候，又会不一样了。绝对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。所以好险是在2018年那时候录的，因为你才有办法唱出这么微微呛呛的那种感觉。现在无法了。你唱不呛了吗？没有心情，就是我的心情都是蛮正，就是很多人都期望再看到那样的我，但是我也试过，好像回不太去。对，除了像前阵子那个新闻乱下标啊，而且不太懂你的幽默，对不对？还是有一点底线。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媒体很重要，然后媒体所传达的讯息也很重要。那之所以现在自媒体会快要赢过媒体本身，那是有它的道理的。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坚守那个底线。现在不再呛起来，或者很多的情绪无法再让你有那么大的波动的时候，是不是代表你也成长啦？你看待事情，或者你想说我老了，成长了，成熟了。好歹我们也是主持人，会修辞的哦，磨了一些棱角掉。对，这也是你一个成长过程当中，我觉得如果再过久一点回来看，你会觉得那些画面也蛮有意思的耶。有啊，因为那毕竟都是自己的过去嘛，我觉得都是礼物啦。你没有经过那一段，你会不知道这样的反应对于世界来说是什么感受，然后他们回给你的东西又是什么？对啊，你如果不喜欢的能量，那你自己转变嘛，对啊。如果又有一些机会，你自己也刷到了你前几年的新闻或者那些反应的话，现在的炎亚纶，看看那个时候的炎亚纶，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文笔很好，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凶这样子。是会的，是哦，就跳脱出当事者，你这样子比较第三人称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还是会被自己，有时候会被自己吓到。这好玩呢，就代表真的你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，才可以往回去看那些事情嘛。那同样的，今天再叫你回应这些事情的话，我觉得也都是不一样啊，会完全不一样的嘛。于是也是要跟着他的音乐，我们就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好啊，你说要跟好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带给我们首张的英文专辑了，唱着这些英文歌，跟歌迷们呢有更多的一个交流啊。Vacation 这个专辑的 title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主打的概念。所以你会是一个好的旅伴吗？这题好好玩哦！我觉得我是就是即便你是那种想要每个行程都走的，我也可以。然后如果想要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很 casual 过一天的，我也可以。但我一定要做的事情是，我一定要吃到早餐。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早餐的类别，丰盛的、简单的或怎么样，你就是要吃早餐。我一定要吃，我就算吃完回去睡，我也可以，因为我喜欢每一间饭店就是做给你的早餐的感受。有的时候你会去那种只供应没有buffet的，只供应给定时的这种的，一人一套的，没得选的。然后你幽静就看着那种日式中庭，然后吃着就是鲑鱼排，然后配白饭跟 miso 汤，你就觉得我是日本人这样子，好好笑，就幻想这样融入他们的生活嘛。对，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吃西式的 buffet，然后比如说也有过在 LA 吃到早餐只供了一颗 grapefruit， 对，就是那叫什么葡萄柚，然后加一杯早餐茶这样子。对，你是不是没有买到那个早餐券啊？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？没有，我点的是一个，我以为它是一个 set， 但它就是真的就来给你一个切好的那个 grapefruit 这样子，连优格都没有在上面，没有优格，哭起来，有一片小小的薄荷叶。但我也去让他感受，就是怎么有人可以只吃这个。结果那天我还蛮就是轻盈的，对，会一整天比较轻盈这样子。所以你真的很好相处，没有因为这样吃的不够饱足感而心情受到一些影响。中午再补回来就好了啊。对啊。那属于炎亚纶的旅游的美眉嘎嘎是什么呢？不能够踩的地雷。你那么好相处的话，你不能踩的地雷。就是比如说真的约好一定要去的，必须要早起的。如果他迟到拖太久，我会真的生气。而且尤其是如果这行程是他安排的话你都已经配合了。对，我想说 hello， 结果对方可能是有蟑螂是不是？蚊子。对方反而是 delay 那个人，对，浪费你的时间，这是你的地雷瞎。这是有点瞎的对，还有或者说已经安排一个我们非常想吃的一个餐厅，然后
逛街的时候又拖太久。然后我还很讨厌，就是感觉妹妹杠杠很多我很讨厌犹豫要不要买东西。哦，这我也不行。就都去旅行了，你到底犹豫什么？然后喜欢就买啊。对啊，这当然是在你经济允许的状况下嘛。对啊，然后是那种可能是要不要买了，好像会不会用不到什么的，我就觉得那你就不要，赶快决定走了这样。